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章鱼哥美食厨房。中秋节快要到了，想不想尝试一下自己动手做月饼？今天我们就来做月饼，跟着章鱼哥一起探索这款经典美食的制作过程吧。学会之后，就可以在中秋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了。需要准备的是面粉、转化糖浆、碱水，还有花生油，这是面皮部分的原料。馅料的话，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五仁馅料。最后我们再准备一颗鸡蛋，给月饼上色使用。完整版的食材配比，章鱼哥放在了视频结尾。我们先来制作面皮部分，空碗内倒入转化糖浆、碱水，还有花生油。我们先将以上原料搅拌至完全融合，之后我们再加入面粉，然后使用翻拌铲将以上原料翻拌均匀。这个饼皮的原料配比是月饼老师傅使用了几十年的精确配比，可以有效地解决月饼皮开裂、塌陷和纹路不清晰的问题。我们将所有的原料翻拌成团之后，可以简单的手揉一下面团。一定记住不要过于用力或时间过长，以免让面团中形成面筋。面团的颜色均匀之后，我们盖好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，静置1到2小时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下馅料部分，我们将准备好的五仁馅料均匀地分成45克每个的小圆球。章鱼哥使用的是75克的模具，如果你使用50克的模具，馅料就分成30克每个。我们今天没有展示馅料的制作过程，是因为大家来自不同地区，有着不同的口味。只要你掌握了今天的制作过程和饼皮的配比，我们可以完美的适配各种你喜欢的馅料。无论你喜欢的是黑芝麻馅、椰蓉馅、水果馅，或者是各种坚果馅料，最后你都会制作出非常好吃的月饼。我们将团好的馅料盖好保鲜膜或盖子，密封备用。静置的面皮时间到了，我们将面皮分割成30每个的小圆球。同样，如果你使用的是50克的模具，你就直接团成20克每个的小圆球。我们面皮的比例和馅料的比例按照2比3的方式去分割就可以。使用这个配比制作的月饼皮，表面非常的细腻光滑。前几天章鱼哥使用这个面皮还制作了椰蓉奶酥馅料的月饼，口感也非常的好，味道很特别。如果你喜欢椰蓉馅料的话，可以参考上期杏仁椰蓉花环面包、椰蓉奶酥馅料的制作方法。面皮部分全部团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制作。我们取出一个面皮，把它压成比较薄的饼，然后包入一颗馅料。我们使用左手的拇指按压住馅料的顶端，用左手另外3根手指托着馅料的底部，使用右手虎口部分逐渐的向上收拢面皮部分，最后将收口处收紧封好，我们的月饼生胚就完成了。之后我们开始压模，我们取出一个面团，沾上面粉或者薯糕粉，放进模具里，然后放入托盘按压3到4下，按时之后我们取出模具，这样一个漂亮滑形的月饼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完成之后，我们将月饼表面喷水，然后进行第一次烘烤，时间设定为6到8分钟，
温度设置为185到195度，这要根据我们烤箱的实际功效来决定。第一次烘烤主要是为了给月饼定型，所以时间会比较短。时间到，我们取出月饼，静置10分钟左右，让月饼降一下温。之后，我们给月饼的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水。我们使用1颗蛋黄，加入少量的清水，要薄薄的刷上一层，避免过厚。之后再给月饼表面喷水，避免烘烤过程开裂。我们提前170度预热烤箱，预热完成后，我们将月饼生胚送入烤箱，时间设置为12分钟，温度为170度，开始第2次烘烤。烘烤结束之后，我们取出月饼，降温，放凉之后，我们密封保存。怎么样？不开裂，不塌陷，纹路清晰的广式5仁月饼就完成了。制作过程是不是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？月饼要过24小时以上才可以食用，因为刚烤出来的月饼饼皮比较硬，要等回油之后才会呈现非常细腻绵软的状态。好了，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按照章鱼哥的方法，相信大家都能做出这份美味的月饼。中秋佳节将至，章鱼哥在这里祝愿大家团团圆圆，幸福安康。也希望这份美味的月饼为您的节日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温馨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美食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